季娘子，哎呦，你是鬼啊！你一大清早的跑来我，大早上闹什么鬼啊？你受伤了？我去叫诸葛来接你啊！哎，我能和你聊聊吗？你的伤口需要赶快处理，我见不得血。你怕我连累你？叨扰了。等一下。最好你惹的不是什么大麻烦，不然我把你丢到江里喂鱼。等着。这是李白。你让我说那些蜀地人名时，便想到用来做这个了。多谢杨警官赐教，我准备联合警户做一场锦衣售卖。你要入锦衣了？季娘子果然志存高远啊！我们家以前本来就是织锦的。你来这边坐。季娘子这是准备给我割连医治啊？我又不是大夫，你要救命也不会找我。那，擦擦伤口。你看起来心情很不好，可是因为打输了。我看着像输不起的人吗？那得看输的是什么。季娘子认为什么不能输？对我来说，是家人和信念。还记得初入江湖的时候，爱就是爱，恨就是恨。谁若敢在我面前伤天害理，便要先问过我的剑。可如今做了官，却都不一样了，似乎没有了黑白，也没有了善恶。你若想把恶鬼从地狱里面揪出来，就得自己先到地狱里去滚一遭。我都这样厌恶了，我师父那么爱干净的一个老头，又是怎么忍下来的？季娘子似乎不愿意跟我聊天。杨警官说话向来草蛇灰线，步步为营，我听不懂，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聊。你想知道？可你若知道了，就下不了这条船了。我得先知道答案，再考虑要不要上杨警官这条船。那你看看这个。这是从哪儿得来的？捡的。有什么问题吗？不知道。上任警官沈如风是我师傅，
我不相信他是病死的。我这次回益州，便是为了来查他的命案。这厮，就是我在查此事的时候得来的。这丝用的是我阿耶蜀红丝的配方，但染丝与织锦不同，天气、温度、湿度的不同，都会导致丝线颜色瞬息万变。染丝的人必须站在染缸边随机应变，所以，即便有了秘方，也未必能染出真正的蜀红丝。你说这丝是假的？为了增亮固色，用硫磺熏制过，与真正的蜀红丝谬以千里。我阿爷去世后，市面上偶尔也出现过仿制的蜀红丝，我见过几次，这次这个算是最接近真品的了。杨警官，上次你说宫中急需蜀红丝为皇后补衣，你不会病急乱投医，把这丝当作蜀红丝交往长安去了吧？你可还记得你阿耶因何获罪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师父临死前，就是在调查蜀红丝，还有你阿爷的案子。金娘子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想要的，很有可能会是同一个真相？原来这才是杨警官今日来找我的目的。来之前没想说的，可不知道怎么了，聊着聊着，就都告诉你了。你不相信我？来日方长，我会让你相信我的。不过现下，还劳烦季娘子伸出援手，帮我记一下这个布条。热水免费，伤药无钱。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来，哎，你记得轻一点。季娘子这手劲够大的。郎君，这定是有奸人，见您缔结良缘，心生妒忌，您不必在意，小人这就拿去扔了。不必了。薄情寡性，估计日后全益州的人都会这么看我。我不在乎。祖父有权，他可以让全府上下都按照他的规矩活着。牛五娘有权，她可以随意决定一个人的生死。杨三郎也有权，他可以肆意的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活着。待我有了权，我定会全力守护好我想要守护的人。那厮不能往宫里献。现如今你把这假的都送到了长安，就必须得承认它是真的。牛五娘就是想用这假手将你捆成一根绳上的蚂蚱呀！不送，他怎么会放过我们？青城山腹地有一处名叫三潭的地方，你可听过？听说过。找人去那附近找找，尤其是在路过
有蓝色野花的地方。你之前去过哪里？青城山。这就对了。你看，这种蓝色都在矿物染料中提取，很少在草本中出现。我所见过的只有一种野花有这种颜色，它长在三潭边。好，去吧。长安那边，杨三郎，你这是在赌命啊！你怕我死啊？啊？那到时候让人给你换一个既听话又稳妥的同盟，那岂不是更好啊？啊？牛瑾不是回城，他怕是比牛五娘更不好对付。欢迎牛将军回场。张刺史客气了。牛将军忽悠剑南道百姓，劳苦功高，辛苦辛苦。1年不见，牛将军还是威风依旧啊！牛将军，一路舟车劳顿，下官为您备了接风宴，不知可否赏光啊？你是新任警官？下官杨俊兰，见过牛将军。杨家大郎几届锦王盛名在外，不成想三郎也这样一鸣惊人啊！竟然做了益州城的警官。牛将军妙赞了，我呢也是第一次为官，还请将军多多提点。牛副都督此人虽非善类，但到底这益州城是节度使的益州城。张刺史是节帅在益州城的一双眼睛，有张刺史在，他牛副都督怎么着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动手。满城相迎，他连马都没下。刘瑾手握兵权，战功累累，是节帅手下第一员猛将，他自然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。但是，他只是个副都督，就算他再狂妄，终归还是有几分忌惮的。人家都说于掌柜不通人情，我看并非如此。人情是要给有人性的人做，没有人性，哼，我理他做什么？多谢于掌柜夸赞。您今日约我在此，可是那些衣服做好了？啊，那衣服就在对门的铺子里，晚些时候请季娘子衣冠。季娘子这些好主意，跟谁合作，对方都会欣然接受的。为何找我于家呢？飞花会刚刚成立，有名气而无底蕴，和大景户同盟自然是最好的。于掌柜为人正直，人心宽厚，自是殷殷首选。季娘子若是一位男子，必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。千秋万载，城市的女子亦不少。有八卿，有卓文君，还有武皇，哦，还有女娲。人是女娲造的，说明本就是女子造了这世间。
阿翁眼浅了。他会咬死老虎的。牛将军，勘验无误，这确实是蜀公司。哦，那警官府门口那块蜀红牌呢？自该换成赵二郎君的名字。很好。英英，贾蜀红，真是你染出来的？现在是了。你明明知道我最在意什么，却亲手毁了它。赵修远，但愿我从未认识过你。英英，不要跟你无法抗衡的人为敌，这样受伤的只能是你自己。到此为止吧。大婚之日，这些话还是留给你的心腹吧。我又何尝不知，贾蜀红是刺向你的一把刀。可是这把刀，我不拿，也会有别人来拿。英英，先别看了，赶紧把面吃了，其他的事明日再说啊。阿娘，那是蜀红寺，那是阿耶的蜀红寺。那可是牛副都督，是一个州府的副都督。副都督就可以颠倒黑白，一手遮天吗？季英英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以后不许再提蜀红寺，你怎么就记不住呢？把面吃了，早点休息。婷儿，把他看好了，绝对不能让他出事。知道了。
君，希望你不要怪我。我只希望一家人能平平安安就好。阿爷，阿爷，阿爷，对不起，我没能护住你的蜀红丝。莹莹，别怕，莹莹。不要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阿爷，对不起。阿爷，对不起。你阿爷的事，什么时候想查了？随时来找我。阿兄，帮我。兔子是不可能一口咬死老虎的，但只要它不被发现，它就可以一直咬下去。总有一天会咬死老虎的。来日好友，来日好友。谁扔我？将军救命！这人是药口。哎，你这孩子又胡说八道！
他身上的衣服长光紧，寸紧寸金。你既说是我阿耶，那就快给人赔钱吧。赔吧。是总壮，我先替他向小郎君赔罪。您这衣裳我们实在是赔不起，家里为了给他阿娘看病，把钱都花光了，还请小郎君您大人大量，就宽宥我们了。这穷苦人家不容易，就算了吧，算了吧，算了吧。那你把他赔给我吧。哎，快跟阿姨回家。你的女儿，你知道她多大？身上哪里受过伤？喜欢什么吃不得什么？要不要咱们去衙门一一对质啊？哎，小郎君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大郎君，家主只是一时气急，下手重了些，罚得狠了些。送信的人只是说官兵围住了你家，或许有什么误会。怎么又是你？是你，我家里出了急事儿，求你了，送我一程。若是我家能逃过此劫，我定去交你这个朋友。既是来日好友，便再送你一程。阿爷，兔子是不可能一口咬死老虎的，但只要它不被发现，它就可以一直咬下去。总有一天，它会咬死老虎的。你什么时候认出我的14郎在浣花溪边纵马的第2天，你我第2次见面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们染了家属红，在染房给我看的便是，对不对？你也早就猜到我阿叶的死与牛家有关，是不是？不告诉我，什么都不告诉我，你个狗官！学会了，这招我还没用过，对我不好使。我做的事很危险。你也要劝我不要匹夫撼树吗？我是想告诉匹夫，撼树的时候，倘若要摔下来，要往哪边摔，会有人接着。你知道我会来，你在等我？也不完全是。你到底在山上发现了什么？有人往山里运丝，你说他们这是要做什么？那日我让你看的碎布料，便是从那些人身上割下来的。我已经让人根据你的指点，去山里找位置了。一旦发现，如何？道之所在，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梁金兰，你答应我一件事吧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我们合作。合作？你想查什么，我都能帮你。但是我需要知道，我们若是合作，你背后之人能不能护住季家？你怎么知道我背后有人？我就不能是单枪匹马来的。光靠你自己能考上警官？但凭我自己，风霜刀剑，庇护季娘子平安。我的平安由我自己来护。我要染出真正的曙红丝，你能帮我吗？
在山洞里找到了一个小娘子，还有这些人，他们定与这黑井房有关。三长史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个人，这位是牛五娘子的贴身丫鬟玉媛，她在此处，那说明此事定与那牛五娘子有着莫大的关联。没错，说得对。一派胡言。娘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不是让你去山上祈福吗？娘子，一群山贼突然出现，将我绑在这里，奴婢也不知发生了何事。娘子，我们快回去吧，奴婢害怕。看来这山中锦房确实是山匪所为。有劳杨警官帮我找到我的丫鬟。玉渊，我们走。等等，他们既然是山匪，那你的贴身丫鬟又为何会跟他们绑在一起？杨警官应该问他们，何必来问我呀？只怕他们忠心耿耿，又或是有亲人的性命被攥在了别人的手里，说不出实话来吧。他们说不出口，与我有何干？他们不肯开口，我来说。哎呦！阿姨，民女金英状告赵家二少夫人，染指贾曙红私建锦房，祸乱锦业，夺我季家名誉。胆敢诬陷命官家眷，该当何罪？有你说话的份吗？起来吧。谢长史。金娘子，你可有证据？今日斗锦会上，众人亲眼所见，贾曙红欲捡水而落色，曙红丝乃是宫中点名索要。这二少夫人胆敢当众造假，此乃大不敬之罪啊！季娘子怕是记错了吧？这赵红丝是我夫君所染，你要问罪，也应该问罪于他呀。你们夫妻二人还真是至亲至疏的关系呢。季娘子，赵红丝乃赵家二郎所染，你是不是状告错人呢？不，我要告的就是赵家二少夫人，牛家五娘子。我有人证。哇塞！哎，这不能是？曹明，华家染坊赘婿，华祥荣，拜见桑长史。曹明可以为证，牛五娘子就是贾曙红死的幕后主使，就是她。只是曹明和曹明九泉之下的夫人，让贾曙红死未成仙，他便唆使我俩造假蒙混过关。就连这些职工，也是他命曹明以招工的名义掳掠诱拐而来。就连曹明的夫人，也是被他害死的。季娘子，你要是想诬陷我的话，也应该找一个良民吧。这花家本来就是偷税的罪人，他说的话岂能相信？我有证据！你以为你把所有的账目都收缴了，就万事平安了？我娘子早就料到，他是一个反复无常、心狠手辣的人。所有的账目都做了2份。华祥荣，我和夫人相伴20载，
紧逼金坚。我知道我是死路一条，我怕死，可我更怕我九泉之下的夫人死不瞑目。我知道我俩罪有应得，可是你也别想跑。我就算拼上我这个命，我要为我夫人报仇！曹没有契丹，张目为证，请张氏过目。哎呀，阿爷，你看，你快看啊！这五娘子，你让本官是如何是好啊？桑长史乃是本地父母官，自然是秉公处理。更何况，大家都看着呢。对呀，阿爷。曹明帮牛五娘为虎作伥，曹明有罪。可牛五娘罪大恶极，请张氏判决。染甲属红，草菅人命，掳掠公教，果然是罪状累累，罄竹难书啊！桑长史，这都不抓吗？这肯定抓，阿爷。桑长史，你敢抓吗？这抓还是不抓？哎呀，抓呀，阿爷，不然你对得起这些职工、这些百姓们吗？那便抓吧。我看谁敢抓！阿爷，牛将军，华想荣坦白真相，出面作证，你却把人给杀了，你是要包庇牛五娘子吗？把闲杂人等都给我轰出去！是。牛将军可以控走百姓，但是今天的事情，城中所有人都会知道，你堵不住悠悠众口。你的烂摊子，我只帮你收拾这一次。放箭！牛群，你动用私刑，滥杀无辜，你当天理王法何在？牛将军，这可不能开玩笑啊！杨青兰，我们今天会死在这儿吗？我说过，我会为你拖地的。我阿姐是娘娘，是大长娘娘，你敢？怪就怪把你牵扯进来的人吧。今日只有你们永远闭嘴了，这山上的事才不会有人知道，才不会有人问什么天理王法。牛将军，还不可放过！不可，牛将军少一趟，牛将军少一趟。节度使令，圣人寿诞将至，节度使心怀圣人，特命警官督奏，由蜀红传人季莺莺协同新晋锦王。共
共同制造殊侯，为圣人贺寿，任何人不得阻挠。下官接令。刘将军，你看让您的人，还是把弓箭收了吧。山中失火，杨警官与桑长史心系百姓，上山救火，不幸双双殒命。其后，张刺史奋不顾身，将山火扑灭，不负百姓。只是这节度使令该听到的，终究还是没有听到。这么说不好吗？刘将军，本官今日也想晚来一步。可牛将军，你想想，节度使是怎么知道蜀红川人是季莺莺，而非赵家二郎？本官今日要是晚来一步，我这条命算是到头了。可是牛将军，您在节度使那里也得雪上加霜啊！未雨绸缪，暗度陈仓。杨警官，你好手段啊！好，既然节度使命你督造织锦，那就千万别出任何差错，否则谁也保不了你。不劳牛将军费心，但愿吧。走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咱们死定了呢。你个兔崽子！你再敢跟不要命的人玩，我打断你的腿！我今日算是见识到了什么叫做颠倒黑白，权势滔天。节度使会放任牛景这般私下敛财、草菅人命吗？牛瑾瞒着他自作主张，他定会敲打。不过牛瑾毕竟是他的兵，只要不是造反，他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。那长安呢？长安会管吗？有人想管啊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管的。朝中与藩镇牵一发而动全身啊！放心，如今有节度使令，牛瑾便不再敢明目张胆地抓你。就是他敢，我也不会让他得逞的。那你呢？他们会在暗中对你下手吗？下不下手是他的本事，能不能活下去，那是我的本事。杨金兰，你怕吗？你怕吗？我不会后悔，我也不会退缩。我是怕，但是也不是什么坏事。怕可以提醒我，让我跑得再快一点，不要落入一样的结局。我也怕，怕对不起死去的人，怕护不住活着的人。但如果一直怕，反而跑不快呢？
是下官失职。杨警官也在，真巧啊。倒不是巧，只是这季家不同于别家，这季娘子担负着无人可替的供锦之责，我身为警官，自当多加在意啊。这不过是寻常私户被人劫掠，犯得上惊动张刺史吗？本来是不必惊动刺史，更不必惊动将军您的。只不过桑长史搜查时，发现贼人落了一样东西，要不，将军您看看。本将的令牌，哼，这个贼人可真是可恶啊！竟盗了本将的令牌。好啊，那桑长史，你的意思是，本将要杀季娘子了？下官不敢。只是这令牌，定是有人故意陷害将军的。牛将军与我刚刚一直在酒楼宴饮。下官可以证明，此事绝非牛将军所为。况且，若真要行凶，为免暴露，也绝不会带有任何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。所以，下官认为此事定是有人刻意栽赃陷害。既是如此，杨警官又何必叨扰将军呢？刺史容禀。杨警官也是为了将军的名声着想，想必刺史也知道，将军爱女嫁的是我曾经的良人，我又染出了蜀红丝，把将军贤婿染得赵红丝，逼得原形毕露。在外人看来，将军恨我，想要杀我，实在是合情合理，这才给了歹人可乘之机，借题发挥。若是此事放之不管，听之任之，只怕屡禁不止，于将军有害而无益。季娘子推断的甚是有道理。不过，本将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不惧人言。她若是个寻常女子也就罢了，如今制造贡锦可少不了她。要是人就这么没了，贡锦织不成，还牵扯到一位主将。朝堂之上，若派人查下来，将军是行得正，坐得端。只是不知这益州城，又有多少人经得起查呢？不知杨警官有何高见呢？回刺史，既然有人冒用将军名号来刺杀季娘子，咱们不如反其道而行之，便由牛将军来护卫季娘子。一来将军智勇无双，定能护住季娘子；二来，只要季娘子平安，这谣言吧，也就不攻自破了。这季娘子的安危与本将有何干系啊？再说了，城中的守卫归刺史管。这倒也是。那还要劳烦季娘子随后与我一起军中走一趟。这伤，这令牌，咱们都让节度使好好的断一断，还季娘子一个清白。好啊，若有机会见到节度使，英定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这怎么又把节度使扯进来了？太麻烦了。好，既然杨警官、季娘子信得过本将，虽说本将的职责是戍守边城，我虽不能派兵保护季娘子，但也绝不会让季娘子受到歹人的欺凌，如何呀？还不快来谢过牛将军啊！多谢牛将军。不必了，
小事。有劳了。娘子，你还好吗？无妨，这么多年，已经习惯了。若不是我在山上被控制，娘子你也不会上山。锦房的事情瞒不住的，即便没有了你，梁静兰也会用其他的办法让我上山。你无需自责。可是娘子，你吃了多少苦，遭了多少罪，那么不容易才走到今天，奴婢怎么能不自责？可若是没有你，又是谁帮我撑到今天？娘子救下奴婢的那天，奴婢就答应娘子，奴婢不是牛府的奴婢，是牛五娘子一个人的奴婢。我不信命，我不要成为哪个男人的附庸，我要做我自己的主。娘子，我一定会陪着你。你来做什么？你答应过我，只要我不靠近他，你就能护他无虞。可是他今天差点死在山里。他死了吗？他不仅没死，还拿到了节度使谕令这张免死金牌。接下来，你们还要一起织染共济。这么看来，你应该感谢我才对。出尔反尔，颠倒是非，你这样做买卖是做不成的。夫君怕是忘了，做不做这笔买卖，如何做这笔买卖，向来都是我说了算。你刚刚哭过？山上风沙大，迷了眼睛而已。是风沙迷眼，还是满盘皆输啊？夫君啊，我输了，大可从头再来。可你呢？手中无棋，连棋桌都上不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是那个执棋人，不是吗？杨警官找借口拦着阿兄和阿娘，可是有什么要跟我说？难道我猜错了？你让高放冒充牛家刺客，难道不是想要先发制人，让牛景不敢再对我动手？你是没猜错，但我的计划中，可没有季娘子舍生忘死、身上中箭这一环。我这不是怕他们倒打一耙，污蔑咱们贼喊捉贼，想把戏做得真一点吗？大夫刚刚也说了，没事儿的。我说过我会护着你，你也说过你会相信我。正是因为信你，才配合你啊。郭奎，回去，怎么又跑出来了？下次谨慎些就好了。再说了，有杨警官托底呢。牛景线下
是不会再对你直接下毒手了，只怕共景之胜之日，便是唯一出现之时。我不怕，杨警官会保护我的。你这话说的，你们家锅盔听了都不信。牛景今日也算是投鼠忌器了吧？是不是这气越贵重，他越不敢动？你又要做什么？我会做的只有生意啊。如果我不仅能染出曙红丝，还能织出这世上独一无二的锦，我能做锦芒，做黄裳，做一棵任何人都想保住的摇钱树。他牛景再想动我，便更得好好思量思量。等我一下。这些是当年我家所有能出入警坊和染坊的工人名单，以及押送供警通警官府交界时所去的工人名单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当年的警官刘崇山以及他手下的侍卫。杀死我阿爷的督运官，还有那些交界的官兵，他们的名字我并不知晓。若是当年你师父真的在查我阿爷的案子，那这些对你想要寻找的蛛丝马迹或许有帮助。杨金兰，我阿爷的事，拜托你了。他是我的，都过了是阿爷留给我的。这些名字，你都还记得？还给我！有些事，季归南以次充好，欺君犯上，不允顽抗。过了再久也不会了。校订正法，将季家所有的财物一律充公，给我搜。是。夫人，赵修元在门外求见，说是要与娘子商议共锦织造之事。回去。坐下。我与他虽有旧怨，但这是正事，不能耽搁。杨警官，我女儿身受重伤，共锦织造定要急在这2日吗？不急，自然不急。不仅日子不急，也无需季娘子出面。共锦织造只需季娘子按照赵景王提交的所需曙红丝数目染制后，交到警官府，再由警官府核验后交予赵景王。季娘子，你就在这儿好好养伤，哪儿都不准去，我去跟他说清楚。杨警官，莫忘了民女所托。父亲，阿娘，先好好养伤吧，其他的改日再说。我会告知飞花会，说你偶感风寒，在家中休养，让他们安心染丝，不必担忧。走吧，回去休息。休息。正面。哈哈，他已经请我第3壶酒了啊！哎，莹莹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藩市来了一位奇人，我们去看看。藩市，我阿娘说藩市鱼龙混杂，全都是坏人。你阿娘还说我是坏人呢，我是吗？
你凡事不能光靠听说，得亲眼看看。再说了，我们阿玉在呢，不怕啊。哎呀，希望今天能够顺顺利利的，在天黑之前赶回家。你说那个奇人是不是姓白？大张旗鼓，一掷千金。你都听说了？能满大街撒钱的，要不就是脑子有问题，要不就是背后有图谋。图谋嘛，必然是有的。利用众人估价，得到蜀锦真实价格，接近实价买锦，而且在短时间之内就打开了自己的名声。好厉害啊！好狡诈，好机会。玉石，各种珍稀的玉石，看一看。这位朋友，看一看我们这儿的玉石。哎呀，现在益州城的锦户大多都不敢买飞花会的丝了，我只好来这儿碰碰运气。那位白郎君敢如此大手笔的花钱，说不准胆子也够大。你这可是与虎谋皮，总好过如履薄冰啊。对了，哦，谢谢，娘子，5文钱。别家都是1文5个，你这儿5文1个，正好，打劫还送个饼。饼不贵，舞蹈贵。哎呀，难怪说你们藩市的人最会做生意了。藩市白掌柜人在何处啊？6文钱。你不该太贪的啊，阿月。饼免费，飞天6文，给钱还是指路？这是个赚钱的好法子，但是得适可而止，免得惹怒了别人，你又打不过，得不偿失。尝尝，尝尝5文钱1个的大饼。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羚羊公瑾，是100年前祖上传下来的。要不是家里急着用钱，我是万万舍不得拿出来卖。还请诸位给个公道价。多谢诸位，多谢诸位。100年，颜色能有这么鲜艳？这便是蜀锦啊，历久弥新。只不过，这些便是这方锦在诸位心里的价格了。还有没有人有别的想法呀？原来他看得出来啊！看得出什么？这件有问题。还有人要报价吗？我要出价。这位娘子觉得此锦1文不值。那你说说，你是觉得此锦是假的吗？白郎君，你可不要听信个别小人挑拨，这大家有目共睹，这锦绝对不是假的。这锦确实不是假的，但它也不是真的。小女子不才，做的也是丝锦生意，但是生平最看不惯有人弄虚作假，
所以才斗胆站出来。若是单凭这景，的确也能值一些银子。只是做生意若是没了诚信，那再好的东西也会变得一文不值。这景不是假的，但也不至于100年。这上面的图案用的是连珠对马纹。是又怎么样？羚羊公样最喜欢用的就是连珠纹和对马纹。那也无法确定就是真的羚羊公样。100年之前的羚羊公样喜用的可不是连珠纹，而是团科环。单连珠内置对马纹是很典型的波斯风格纹样。以团科花卉为环，内置动物纹样，才是经典的羚羊公样。什么团科环？敢在白郎君面前胡说，我看你是活腻歪了！造次，敢造次！这位娘子话还没有说完，你想要动手吗？白郎君，他这空口白牙的，分明就是污蔑呀！他说你没有证据啊，你怎么说？白郎君，请看，这里用的丝线颜色，乃是水色和青白之间，为一种新色谢壳青，是15年前沈家染坊坊主沈阳所染制。试问，这怎么会出现在一幅祖传的蜀锦之上呢？这祖宗未免也太年轻了。你说谢壳青就是谢壳青啊？那我还说的，那就是水色呢。我说了自然不算，但是景官府可以验丝验色，白郎君可去景官府一验便知。我不卖了，我。郎君饶命！郎君饶命！我不干了，我再也不干了。白某千金买锦，还请蜀锦人家共鉴，够有诚意的吧？你还蒙我？送过来，送过来！白郎君，哎，白郎君饶命！哎，诸位，今日评锦到此结束，明日请早，都散了吧。在下白胜，不知道这位娘子怎么称呼啊？在下姬莺莺。原来是季娘子。你认识我？白某来益州的第1天，就看见季娘子凤凰于飞了。季娘子有双慧眼啊，白某也是爱景之人，家里还有些许，想请季娘子赏鉴1、2。若是发现赝品，每副赝品3片金叶子，如何呀？天都快黑了，我相信你们一定能瞒住我阿娘的，是吧？这边请。你可以随便看看。这幅对阳几何纹锦是魏晋时流行的锦样，如今已不曾见了。这幅花瓣团科禽鸟锦，纹样虽常见，但织工了得，配色自然，也是不多见的珍品啊。季娘子这一声叹息，是在说这幅锦是假的吗？白郎君府上均是珍品上品，这金叶子我怕是赚不到喽。哼，季娘子今日仗义直言，让白某免于受骗，这片金叶子是你应得的。今日便是我不站出来，白郎君也不会上当受骗。你看出来那锦有问题了，不然你也不会再三确认还有没有人要出价。你只是需要一个人一个契机，将此事挑明了而已。所以我就说嘛，
晋娘子有了一双慧眼啊！不知白郎君可愿用你的金叶子买丝啊？买丝怎么说？蜀锦珍贵，但好丝意难求。我能染出这益州城最好的丝。不瞒晋娘子说，白某不懂织锦，更不懂染丝。这些对白某来说只是兴趣，而不是生意。只是兴趣。那，在晋娘子眼中，白某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哎呀，我还以为白郎君这里有一笔大生意等着我呢。看来晋娘子要失望了。既然是只买锦，那又何须如此费时？我知道这城中谁家的锦好，若是郎君有意，我可为郎君和锦户牵线搭桥。晋娘子这么做是希望从中赚到一些什么呀？人情。人情。实不相瞒，因为误会，城中的锦户大多都不买我家的丝了。可我若与他们介绍白郎君这笔生意，那在重利之下，他们又怎好意思不用我的丝呢？那如果白某要做生意的话，为什么不直接跟他们做生意，要通过晋娘子你呢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白郎君可知，在这益州城，各家特长所在，用料如何，几时买最便宜？你又可知什么样的纹样是当下时兴，什么样是陈年积压？当然啦，这些白郎君也可以找人去打听。只不过，与其找一个生人，为何不找一个走投无路、想要与白郎君合作共赢的人来信呢？白某自然是相信晋娘子的，不过这一次白某购锦已成，而且心满意足了。无妨，来日方长，希望日后有机会能与白郎君合作。好，告辞。不送。不做生意却把名声打得响亮，不是有病就是有鬼。主人，咱们需要一个打入益州锦业的契机，正好这季莺莺又来寻求合作，主人又对她有兴趣，为何不趁机答应了她？现如今我们对她来说只是之一，而不是唯一。等到她山穷水尽的时候再开价也不迟，不着急，先等等。赵景王，蜀红丝数目我已知晓，待丝线和染料准备齐全，我便开始染制，定不会误了织锦的时日。我今日来找你，不是为此事。最近有谣言，说你得罪了我，得罪了牛家，所以锦户不敢买飞花会的丝。我倒有个主意，不如你我二人去这街上走走，他们看到咱们和好如初，这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？那不是谣言。牛景的确得罪了我，你也得罪了我。你对牛将军有牵制，那牛五娘定想从生意上胜过你，从而取悦牛将军，所以流言也都是他传出来的。我跟牛五娘在赵家分庭抗礼，所以不方便明面上帮你。但是莺莺，你得知道，不管在何时，我定不可能做伤害你之事。